作者张毅，图片来自网络。伴随美国全球围堵俄罗斯趋势越来越明显，欧洲火药味也日渐浓厚。近日，北约纠集30余国军队气势汹汹跑到俄罗斯家门口炫耀武力。虽然这种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可俄罗斯仍然做出很战斗民族的反击。但可能考虑到提高反击效率和直接性，俄罗斯此次没有选择组织一场规模对等的军演，而是直接跑到北约演习区域附近怒射一堆飞弹，以此反击美军的欺人太甚。2018年10月26日，据参考消息网报道，北约正在挪威组织冷战结束以来北约最大规模军演。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公开宣称，这次演习主要目的是威慑。虽然对于具体威慑对象是谁，他非常含混地表示，这是一种纯粹防御性质的威慑，并不具体针对某个国家。但从演习主要地点异常逼近俄罗斯，且假想任务是挪威受到攻击的现状，不难看出，军演矛头直指俄罗斯。这次军演主要地点在挪威及相关海域，31国5万名军人、1万辆战车、250架飞机和65艘军舰参演。背后的推手当然就是美国了，因此美国这次军演可谓全力以赴。海军主力航母杜鲁门号携加拿大和挪威军队扮演主攻方，德意英3国军队负责防御。因为涉及到复杂后勤综合补给与海上兵力调配，所以整个演习海上区域几乎囊括整个北大西洋与波罗的海。北约官员表示，演习注重考察北约协同作战能力及快速部署能力，以应付地区突发事件。俄罗斯进攻到俄罗斯家门口搞军演，对北约而言并不稀奇，可规模这么大，驻实罕见，5万多名军人，还有大量装备，这样规模只有冷战时期军演方可与之媲美。很明显，北约如此大费周章跑到俄罗斯家门口进行军演，绝不会只是想简单威慑一番，因为北约很明白，俄罗斯不是被吓大的，威慑这种东西对俄而言几乎等同于无效。现实而言，北约这次军演当然会有向俄罗斯示威成分，可这并不是唯一目的。从乌克兰危机到叙利亚内战，俄罗斯高效的战前动员、部队调动及后勤保障一次又一次震撼北约。作为向俄罗斯挑衅一方，北约各国军队拖沓的作风和捉襟见肘的后勤，让北约驻时没什么底气和俄罗斯硬碰硬。正如北约官员所言，这次演习非常注重考察各国军队后勤补给效率和快速机动能力，类似于一次对成员国军队摸底，从而评估一旦在靠近俄罗斯地区发生大规模冲突，北约的真实反应能力。此外，给成员国军队炼丹也是重要目的之一。经过多年文官治军实践，即使装备水平大部分都是世界一流，但北约成员国的军队除少量精锐部队外，都处于一种孱弱不堪状态，部队精神风貌很差。中高级指挥员缺乏战争思维，过度依赖高科技装备。东欧军事对峙中，北约的飞行员面对俄军飞行员剽悍作风，竟然会因为心理压力过大而拒绝前往对峙前线。北约从中感受到巨大危机，所以选择靠近俄罗斯的挪威进行演习，既是示威也是练胆，避免成员国军队在俄罗斯威压之下精神崩溃。然而，无论北约抱住怎样目的，俄罗斯的回应永远是简单粗暴且直接有效。10月26日，也就是北约冷战后最大规模军演当天，俄罗斯卫星新闻网报道披露，俄罗斯正靠近挪威的巴伦支海进行飞弹实弹射击。俄海军22350型护卫舰首舰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号在巴伦支海发射途经气料冷堡飞弹，飞弹飞向天空，击中高速低空目标。俄罗斯军队所属的红星电视台指出，所有目标均被击中，而且高调表示，该护卫舰将用于远洋作战，能有效威胁敌军海上交通运输线，甚至是部分大型作战舰艇。这番气魄让北约军演相形见绌。北约军演开始后，俄国防部长绍伊古就对外表示，俄无意卷入和北约的直接军事对抗，但北约不停加强东欧军事存在并做出进攻性举动。
对俄罗斯的安全确有著现实性威胁，所以俄必须与盟友做出必要回击。俄罗斯的回击是什么已经无需多言，但北约经过乌克兰危机与叙利亚内战后，依旧没看到自己的地缘军事劣势，还想保持对俄军事高压，却着实令人无语。人贵在有自知之明，国家亦是如此。若北约真以为纠集一帮小兄弟就能起到人多力量大效果，那俄罗斯的铁骑应当不介意告诉他们什么才是能打仗的军队。据美国媒体20日报道，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正在建议特朗普总统退出1987年签订的中导条约。他的理由是，俄罗斯近期部署了新的巡航飞弹，率先违背了中导条约。尽管博尔顿的提议遭到了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强烈反对，但是联系特朗普在核领域的一系列动作，以及他对于国际机制的一贯态度，不排除美国真的会退出中导条约。如果美国真的退出该条约，将会给螺旋式下滑的大国关系乃至岌岌可危的全球战略稳定增添新的变数。中导条约生效后，美国潘兴2陆基战斧等中程飞弹被销毁，美国国内核制胜学派甚嚣尘上。1987年12月8日，美苏签订中导条约，条约禁止两国部署、制造或试验射程在500至5500公里之间的陆基巡航飞弹和弹道飞弹，被誉为冷战时期最成功的军控协议。自中导条约签订30年来，美俄苏战略能力、国际格局和军事技术状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当年维系条约的一系列共同利益基础皆不复存在。近年来，美国国内数次涌现退出争议。在美国看来，俄罗斯虽然签署了条约，但并没有严格恪守。自核武器诞生以来，美国国内就围绕住核武器作用进行了数次规模不一的争议和讨论，并分为两个不同的阵营，即核军控学派与核制胜学派。在核制胜学派看来，美国在核军备发展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存在脆弱性，敌人将会利用这一短暂的机会窗口来攻击美国，从而威胁美国安全。美国的核威慑能力不仅仅体现在核武器的生存性与可靠的第二次打击能力，还体现在相对于其他核国家的战略优势。因此，美国不应该与他国签订任何核军控条约。在核军控学派看来，核力量军事而导致的战争状态下的相互毁灭可以为美国赢得和平。为了避免陷入作用反作用的军备竞赛这一怪圈，美国需要与他国签订军控条约，并克制核军备发展倾向。核制胜与核军控思维之间的差异，一方面反映了美国国内党派的分歧，在国会内部，共和党议员主要支持核制胜学派，而民主党议员则主要支持核军控优先原则。另一方面，则反映了美国国内对本国核威慑力可靠性与有效性的自信程度。核制胜学派通常对本国的核威慑能力持怀疑态度，而核军控学派则通常认为本国的核威慑力足以有效维护美国的安全。特朗普政府与共和党内部在核与军控领域的一系列表态和动作，标志住美国国内核制胜学派反超的趋势。他们的共识是，美国的对手正通过修改核作战原则或发展核能力，使美国的核优势地位逐渐丧失。美国应该退出一系列军控条约。就特朗普个人而言，他在就任前就声称美国应该扩大其核能力，要在军备竞赛中超越中俄两国。就职后，即宣称要恢复和维持美国的核优势地位。2018年核态势评估报告提出的量身定制核战略可谓是核制胜思维的精准概括。通过研制低当量战术核武器，降低核武器使用门槛，要使核武器在战场上变得可用与能用。关于中程弹道飞弹而言，美国一直在密切关注俄罗斯的履约情况。从2014年开始，美国连续发布政府报告，指责俄罗斯违约。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的修正案就要求美国总统向国会通报俄罗斯是否实质性违背该条约，以便为此后退出该条约寻找借口。2017年，俄罗斯首次公开了9K729型陆基巡航飞弹，
正好坐实了美国的判断。美国借此加速了研制中程弹道飞弹的进程。在2018年2月发布的核态势评估报告中，美国决定重新研制中程弹道飞弹。美国陆军提出的2018年陆军炮兵现代化路线图中，曾计划在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后，考虑研发可携带6枚中程弹道飞弹的战略火力飞弹。由此可见，美国早已将中导条约视为核现代化进程中的绊脚石。眼看住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分子被逐步剿灭，美国在叙利亚的形势越来越差。为了保护自己在中东的利益，美军决定亲自出手了。据10月25日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在今年9月到10月期间，美国偷偷派遣了大量的无人机对俄军赫梅米姆空军基地发起了攻击。在25日开幕的第8届香山国际安全论坛上，俄罗斯国防副部长亚历山大·福明表示，美军对于赫梅米姆基地的袭击是有预谋的。数日前，赫梅米姆基地遭遇了13架无人机的袭击。依照这些无人机的攻击方式来看，他们是被统一指挥的。而当时美军一架海神8侦察机就出现了离俄军基地不远的海面上。显然，这些无人机都是在海神8侦察机的统一